注意看，这个男人正在厕所享受畅快时光，突然他放了一个屁。下一秒，男人竟然出现在了院子里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男人急忙提起裤子，快步回到家里，仔细检查了一遍厕所，然后插好门栓。他坐回到马桶上，再次向下用力。伴随着一股浓浓的白烟，男人又被崩了出来。原来就在2天前，他们一家人正在客厅吃饭，突然一颗陨石从天而降，直接砸穿了家里的地板。随后奇怪的事情就接踵而至。这个字你肯定见过，但你不一定能打出来。9岁的娜娜最先表现出异常，她变得力大无穷，轻轻松松就掰弯了几厘米粗的钢管。大姐掌握了漂浮术，400多斤的她可以在空中自在的飞行。小弟发现自己可以和动物交流，并且还能指挥他们。老爷子被陨石直接命中，他不仅没死，而且多年的残腿还康复了。二嫂的能力是隐身，但是她不能熟练使用技能，经常出现半截身子飘在空中。大哥刚刚解锁了瞬间移动，只要屁够多就可以无限释放技能。此时家里只有老二一脸愁容，因为他获得的超能力居然是用手指撒尿，无奈的他只能用这个能力来浇花。虽然一家人都有了超能力，但是他们发现只有7个人聚在一起时才能施展技能，一旦他们有人的距离超出200米，所有人的能力就都会消失。小帅的能力虽然一般，但他的头脑灵活，眼看一家人正在为筹集修补屋顶的钱犯愁，于是他提议，既然我们都有超能力，为什么不合伙去干一票呢？他想出了一个盗窃银行的计划。他说妻子小美曾在银行上过班，只要小美隐身溜进银行，偷偷记下金库的密码，等银行下班后，小美就可以打开保险柜，把钞票装到事先准备好的袋子里，接着从后门跳窗而逃，100万美金就能神不知鬼不觉的轻松搞到手了。听完小帅的计划，一家人立刻开始行动。他们开车来到银行门口，小美施展隐身术，可衣服却还飘在空中，她只好一件件脱掉随身衣服，把老爷子看得直流口水。接着小帅打开车门，搂着一丝不挂的小美，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银行。他们成功进入到银行内部，恰巧此时银行经理要用保险柜，小美赶紧激动地记着密码。可就在解锁最后一道密码时，小美的隐身功能突然失效了。原来坐在车里的家人因为堵住了运钞车，被安保人员强行赶走了。就在这尴尬时刻，一个大爷推门走了进来。小美这才知道暴露了，赶忙再次隐身离开。首个计划以失败告终，一家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。大哥说，既然我们都有超能力，为什么还要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？直接强攻不行吗？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。一家人说干就干，他们趁着夜色再次开车来到银行，戴上准备好的头套。大姐飞到空中，把一根铁链牢牢地挂在窗户上。与此同时，娜娜用一辆卡车堵住了路口，然后她跑过来轻轻一拉铁链，没想到竟把整个外墙给拽了下来。巨大的响声被附近几个醉汉听到，只见老爷子不慌不忙地提起一桶汽油走了过去，他倒上满满一杯，然后一饮而尽。接着他掏出打火机，现场表演了一个口吐大火球，成功转移了醉汉们的视线。另一边，大哥一个屁瞬移到了楼上，紧接着娜娜把小美扔了上去，把大哥砸得晕头转向。娜娜刚要去抱大姐，大哥赶忙起身。几人来到金库门口，还没等小美输完密码，心急的娜娜一脚就把大门给踹飞，随后她抱起保险柜，把整个柜子扔到了外面。大家开始抓紧时间往车上装钱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响起了警笛声，小弟开始召唤附近所有的流浪狗，把率先赶到的警察堵在了车里。一家人趁机赶紧上车跑路，只有老爷子在一旁不紧不慢的嘘嘘，然后潇洒的扔掉烟头，身后瞬间燃起了熊熊火焰。临走时，他还不忘给醉汉们撒下一沓钞票，这也让赶过来的警察误以为这些醉汉就是当晚的劫匪，直接把他们抓回了警局。抢劫成功的一家人站在山顶开始欢呼雀跃，他们终于可以体会有钱人的生活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帅先是拿钱还清了所有高利贷，接着他又把钱捆在身上，准备带到国外去洗一洗。正当他在机场等待航班时，忽然电视上出现了一条新闻，原来除了他和老爷子以外，其他家人都被警方抓捕了，而且由于涉案金额巨大，3天后就会被送上法庭审判。眼看家人们有危险，小帅花重金请私家侦探去寻找老爷子。3天后，就在检察官宣读判决书时，小帅推着老爷子走进了法庭。家人们的能力瞬间恢复。娜娜掰弯了身边警察的枪管，
大哥一个屁瞬移了出来，随后他抱住一个警察，让娜娜赶快打开囚笼救人。一时间，整个法庭乱作一团。大姐抢走了法官手里的案卷，小美用灭火器打晕了其他警察，一家人匆忙逃出法院。可刚一出门，就发现外面被几十名持枪警察给团团包围。就在这时，大姐突然展开双臂，腾空而起，这把警察们看的是目瞪口呆。小帅趁机带上其他人抢走一辆警车，然后一脚油门，慌忙逃离了现场。直到大姐飞进了车里，警察们这才回过神来，他们赶忙上车开始追击。没过多久，一辆警车率先追了上来。大哥见状，猛地一用力，直接移到了警察的副驾。大哥成功解决掉一辆警车。这时，另一辆警车也追了上来。娜娜趴出车窗，对着警车轻轻一推，车子瞬间失去了平衡，狠狠地翻了出去。可是刚刚摆脱追击，前方就闪出2辆警车拦截，小帅不得不猛打方向躲避，结果撞翻了路边的水果摊，车子瞬间变成了榨汁机，挡风玻璃上沾满了果汁。小帅想用雨刷器刮掉，可是车里竟然没有玻璃水，视线完全被挡住。小帅灵机一动，把手伸出窗外，用自己的超能力冲洗起来。小帅的能力终于在这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，家人们也为他激动不已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警察在前面路段设置了障碍拦截，情急之下，娜娜一把抓住路边的电线杆，完美的完成了一次人工漂移，这让追击他们的警车全都猝不及防的撞到了路障上，一个个玩起了叠罗汉。最后只剩下一辆警车还在紧追不舍。突然前方出现一辆卡车，把狭小的路口死死堵住，眼看两车就要相撞，大姐忽然起身，用手往上一顶，结果整个车子一下子飘到了空中。就这样，一家人成功逃出升天。故事的最后，小帅花钱买下了一个集装箱，带着家人偷渡去了国外，从此一家人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好了，我是力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